男子坐在路旁，心情沉重，手头紧张。突然，一辆车从后面撞了上来，强烈的撞击把他的车顶飞了10几米远。这下车子和房子都有着落了。他从车里出来，准备讨个说法，却看到撞车的人浑身是血。他吓得急忙打了报警电话，接通了112的紧急求助电话。아닙니다. 잘못 놀랐습니다. 죄송합니다. 他注意到肇事车的后座堆满了现金，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财富。他又紧张又兴奋，远处开来了一辆车，他立刻停止拿钱，装作无事发生，尽量保持冷静，以免引起注意。那车开远之后，他赶紧把一大包现金塞进自己车里，驾车离开。这笔意外之财使他的生活陷入深渊。这个男人名叫郑宇，他把所有积蓄都给了院长，没想到院长第2天就因某事被捕了。郑宇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产化为泡影。贫穷加上性格软弱，妻子也向他提出离婚，没想到当晚就得到了意外之财。但郑宇并未因此失去理智，他在垃圾堆边找到了一辆自行车，骑着他冒雨返回事故现场。想要这笔意外之财，就得先处理掉所有证据。他一路避开监控摄像头，打算秘密处理掉尸体，没想到却碰上了路检。如果警察发现车里的尸体，郑宇无论如何也洗不清。前面有车辆突然闯关逃跑，他抓紧机会在警察分心时迅速掉头逃离现场。他将车停在货车群中，熄灯关火，藏好身形。等警察追走后，他再悄悄换一条路离开。郑宇趁夜将车和现金藏进了仓库。他这一生中从未有过如此刺激的经历，紧张的他忍不住哭了出来。狗嗅到血腥味，在仓库外疯狂吠叫，幸好狗被主人带走了。郑宇连夜挖了个大坑在仓库边。这时他看到有人走了过来，原来是邻居出来呼吸新鲜空气。等那人走远了以后，郑宇赶忙将尸体掩埋在挖好的坑里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软弱的男人还真是细心。处理完这一切，郑宇开着那辆车返回了之前的检查站。警察问他为什么之前逃跑，面对警察，郑宇显得很紧张。警察开始怀疑他是否酒驾，但经过几次测试，他吹的都是零值。就在这时，车里传来了手机震动的声音，后面的车流越来越多，警察无奈只好让他离开。郑宇来到湖边，将手机和换下的衣物全扔进了湖中，借着夜色急忙离开。为了心安理得，他自信如果用钱做善事，这钱就不算是黑钱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些钱是黑帮的毒资。一位女警察来到了湖边，她检查了车子，熟练的在后备箱找到了追踪器，然后藏在不远的树林里暗中观察。另一方面，龙叔因为丢了300亿而勃然大怒，但光哲仍旧态度恭敬。龙叔命令光哲1周内必须找回这笔钱，这也是对光哲的一次考验，因为除了光哲和他小舅子，没人知道这次送钱的安排。而负责送钱的小弟也失踪了，无论光哲是否能找回这300亿，他都难逃内部的危机。光哲很快就定位到了湖边的车，原来他也在车里装了定位器。他用刀在座椅缝隙里划了一下，然后闻了闻，是血的气味。看来其他势力捷足先登了，但他们还不知道，那些钱已经落入了一个穷困潦倒者之手。这时的郑宇还沉醉在意外之财的喜悦中，但隔壁的狗总对着他的仓库狂吠，这让他心里有些不踏实。看来这条狗是留不得了。但他还没来得及处理这狗，媳妇带着孩子从老家回来了。他在老家发现家里的银行账户就剩4000块钱，他急匆匆的回来质问。郑宇说自己的六弟开了家教科书出版社，拉着自己一起编书，但是公司注册需要一笔启动资金，所以他把钱借给了六弟用1周。郑宇向他妻子严秀承诺，这次他能赚一大笔，但他没提自己的罪行以及捡到的那300亿。失望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严秀已经不信任他了，那些是孩子的急救金。在妻子的最后警告下，他只能依靠自己带回的钱，但一天存取超过1000万就得向税务局报告，他得想个好理由。这时女儿走进书房，说外面的手机铃声吵得他睡不着。郑宇走到窗边去查看，那铃声是他处理尸体时留下的，声音不大，但让人毛骨悚然。他安慰女儿之后，赶紧上网搜消息，一查，他吓得汗如雨下，因为只要失踪者没关机，警察就能迅速锁定手机位置。手机响个不停，说明有人在找失主。他急忙翻出藏在仓库的尸体，找到那部还没关机的手机。现在紧急的是得把手机扔得远远的。他离开时，严秀恰好看见了，同时光哲通过追踪记录找到了这个社区。他才刚走不久，尸体的手机又响了。郑宇颤抖着接起电话，来电显示让他惊讶，因为打电话的是他妻子。男人又把已经掩埋的尸体挖了出来，这已经是第2次挖出来了，内心竟然一点不害怕。几分钟前他还打算丢掉手机，没想到手机却接到了自己的电话，老婆的来电和问候短信不断。他用死者的指纹解锁了手机，聊天记录显示老婆和这个人很熟悉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手机里还有老婆的视频。他偷眼观察着屋里的老婆，他还在期待着消息的回复。他突然感到心神不宁。而在另一方面，英杰感到异常沮丧和无助。他暗中调查了龙叔这个最大的面粉贩子2年，才发现他背后有更大的帮派。这次本来是卧底交钱的好机会，希望能借此查到毒品来源，谁知卧底突然消失了，连同300亿的黑钱也不知所踪。他请求领导追踪卧底的手机位置，活着要看到人，死了要看到尸。但领导勃然大怒，要求销毁所有关于卧底的证据，就当警方从未有过这个卧底。但英姐不想就此放弃，他决定带队继续秘密调查。而光哲成了他们的首要追踪目标。光哲此时已经潜伏在郑宇住的社区，租了一间空房子，整晚房子里的灯都亮着。另一边，郑宇试探性地问老婆为何提离婚，希望昨夜的一切都是误会。但严秀坦白是因为他无能，每天忙到很晚，
却只是个不入流的小讲师，老婆不得不兼职翻译，还要照顾孩子，甚至借钱救急。自从儿子小贤病了，他连兼职都无法继续，他早已厌倦了这样的日子。原来郑宇为了当教授多赚钱，把时间都花在应酬上，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了。严秀说，还是尽快离婚吧。郑宇始终不敢提前一晚的事。空闲时，父子俩快乐地在草地上玩耍。但当郑宇去树林捡球时，小贤突然倒下了。这一幕被光哲看到了，光哲赶紧跑过去帮忙，安排手下马上呼叫救护车。医生严肃告诉郑宇，小贤的先天性心脏病需要立即进行移植。这次的意外让严秀非常生气，因为小贤明明不能进行剧烈运动，郑宇却忘了这点，带他去打球。同时，英姐追踪到光哲也来到了郑宇的小区。德系光哲租了一间房子，他和助手润熙伪装成夫妇，计划在此租一套房进行调查。但是这个社区隐藏的秘密远不止一家人的事。为了耐够把这笔突如其来的钱快速用起来，郑宇在网上联系了一个洗钱的人，他试探性地问对方能否洗钱，终于在晚上收到了回复。他带上一部分钱，夜深人静时出发了。而在追查巨额资金的光哲并没有注意到郑宇的举动，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整夜灯火通明的那个人身上。手下调查明白，那人之所以灯火通明，是因为他在室内种植大麻，自己种自己卖。他们首先制服了那人的狗，然后假装邻居上门告知，说那人的狗出了事，骗开门后迅速冲了进去。但无论光哲如何逼问，那人给出的答案都不是他们想要的。光哲猜想自己可能盯错了人，但绝不能允许这样的竞争者存在。与此同时，郑宇带着钱来到了一个破旧的电子市场。当他找到约定的房间时，眼镜哥却装作不认识他。我是来洗东西的，我们网上有过约定。郑宇只好失落地离开。难道是上当了吗？这时他注意到车子前挡风上多了张便条，上面写着另外一个房间号。他心神不宁地来到房前，门口的人还是那个眼镜哥。这一连串的操作让郑宇惊讶不已。眼镜哥直接开口要求30%的手续费，剩下的钱会通过加密货币交易的方式转给郑宇，这样他就可以提现了。房间里贴着2个通缉犯的照片，郑宇赶忙把所有钱都装好，但他还是忍不住问了句：“我怎么能确信你能帮我洗掉这些热钱啊？”眼镜哥直接回答他：“你把钱拿走就行了。”这时候郑宇发现打印机旁边放着2张通缉犯的照片，他赶紧把所有钱都收好。就在他打算离开的时候，眼镜哥突然在他背后叫住他，两人上演了一场紧张刺激的逃命大戏。求生欲望让一个平时懦弱的男人展现出惊人的力量。看到对方人多势众，郑宇无路可逃，一头撞破窗户，狠狠地摔在1楼的车上。他挣扎着从车上爬下，对方紧追不舍。幸运的是，他的车就停在附近，终于勉强逃脱了。这笔钱得来不易啊！郑宇路过理发店的时候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几个可疑的人，他们好像也注意到了他。当他看到那些人朝自己看来，怕是的郑宇立刻转身回家了。郑宇正要送女儿去学校，却看到警察来到了小区。警察询问郑宇上次见到邻居是何时，郑宇回答大约2天前，因为邻居家的狗不停地叫，居民报了警，但奇怪的是家里竟然没人。郑宇想起了前一晚看到的那几个人，难道他们之间有联系？警察询问最近小区内是否有异常情况，或者知不知道邻居家种了大麻。郑宇急忙否认，说自己跟邻居不熟。在路上，精神紧张的女儿告诉他，他昨晚至少听到了10几次邻居的惨叫。就在这时，光哲走过来拦下他们的车，问候他的儿子是否没事，表面看似寒暄，实际是在给郑宇警示。不久后，光哲接到消息，有个大学教师找龙叔洗钱，事成之后立刻逃跑了。光哲一看到资料上的照片，不禁有些吃惊，这人不就是邻居郑宇吗？经过反复考虑，他还是决定报警。那个中了大麻后失踪的家伙，警察很快就来到了光哲的住所，执行任务的画面直接传到了英姐的电脑上，但是一番调查下来，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。警察的到来让光哲感到不安，如果是因为那个怪人失踪而来的警察，那么报警的人可能就是郑宇。感觉到危险的郑宇已经找好了新家，打算第2天搬家。与此同时，英姐迅速查到了报警电话的位置，并且找到了对面的超市，请求查看监控录像。尽管没有看清楚脸，但监控拍到了匿名报警者的车牌号。他试图联系总部调查车牌，却被拒绝了，还被告知尽快结束监视任务。显然，领导在给他制造麻烦，调查只能靠团队里的几个人了。得知光哲在追查赃款时不小心杀了人，龙叔很担心光哲惹出大麻烦，但小舅子却提议与光哲断绝关系。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，感情如兄弟。虽然龙叔不想放弃这份义气，但这个小舅子似乎有自己的野心。英姐悄悄潜入怪人家寻找线索，就在这时润熙给他打了电话。他查出车牌的主人是一名教师，这位教师郑宇就住在怪人隔壁。更奇怪的是，光哲也在调查他。执法记录显示桌上的资料全是关于郑宇的，但他们怎么知道郑宇是报警者的？还是他们早就开始调查郑宇了？英姐在清理过的浴室里发现了少量血迹，她确定这不是逃犯的行为，而是一宗谋杀案。郑宇很可能就是目击证人。就在这时，润熙发现光哲开始行动，他的目的竟然是英姐潜入的那栋房子。2个凶手各司其职，一个搜房间，另一个看门。英姐藏在角落里不敢出声，一旦被他们发现，恐怕就危险了。幸亏润熙反应快，制造了声响把人引走，英姐这才有机会逃出窗外。那笔消失的3000亿可能就藏在这个社区里。光哲似乎已经掌握了这笔钱的线索，郑宇也不得不卷入其中，只需在这里守候就能找到上头的线索。现在的郑宇不敢回家了，他提前给儿子打了电话，叫儿子看看光哲是否在家，知道光哲家里没亮灯才稍感安心。没想到光哲已在村口等着他。你刚下班吗？
光哲的手下把郑宇带到山上，郑宇一路上就把一切都说了，事情的始末他全盘托出。几个手下在郑宇面前挖了个坑，然后把他推了进去，土不断的落在身上。郑宇内心恐惧到了极致。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，光哲命令手下把他拉出来，从今以后你得为我们赔偿损失。原来光哲了解他的家庭状况后，就想出了新的计划，他要塑造一个理想的地下世界新面貌。他们早已发现郑宇家后院有埋尸之计，对他们来说这早已司空见惯。由于郑宇有家庭牵绊，他们不担心郑宇背叛或逃跑。他不仅要养家，还得照顾一个生病的孩子，只要给他足够的钱，他必会不顾一切。而在警方眼里，郑宇是个模范市民，他们觉得这样的人不会杀人。2个小弟的死可能是途中出了什么事，导致他们相互残杀。郑宇战战兢兢回到家，他本以为会发横财，光哲也清楚自己的处境，为龙叔卖力15年，却一无所有，随时可能被抛弃。他得在那之前为自己打下天下。他毫不掩饰地向心腹透露了自己的打算，但这些人心中也并不全是忠诚。他的计划很快被泄露给了龙叔的亲戚，隐约感到一场风暴即将到来。今天一大早，女儿和妻子起了争执，高中女儿因为化妆受到了阻止，你就和小贤一起住吧。这已经是严秀第2次动手打女儿了，可能是因为女儿第1次反抗了他，生活的压力让他更加烦躁。在送儿子小贤去学校的路上，小贤恳求爸爸设法让家不再那么混乱，让我们的家恢复和谐。同一时刻，英姐强硬地获取到了继续调查的命令，她决心要有所作为。为了打击犯罪，警方陆续突袭了多个毒窝，但龙叔的线索依旧杳无音信。英姐回想起失踪前男友的警告，她曾说有人泄露了情报，自己处境危险，罪犯们开始内部清理。即使如此，为了找到黑帮上层的线索，英姐还是让卧底继续执行交付任务。她没想到那会是他们最后一次通话，英姐因此深感愧疚。他下定决心要一网打尽那些罪犯。正当警方大力打击时，光哲开始了他的谋划。他命令郑宇去釜山送一批货，为了防止出卖，他用郑宇的家人做威胁。你妻子半小时前进了家餐馆，此刻严秀正在参加好友聚会。一名叫美妍的女士向严秀道歉，解释自己的丈夫帮郑宇联系了院长，却未能得到预期的结果。就在此时，严秀接到了女儿老师的通知，她找个安静的地方打电话给郑宇，但是郑宇的手机已经落在光哲手上。闺蜜们趁严秀离开之际，背后议论她毫不留情。这些所谓的好友真是表里不一。严秀急忙赶到学校，才知道女儿因弟弟生病而频繁请假和旷课。校长又提起了小佑去年的打架事件，称小佑是问题学生。去年的事情真的是小佑的错吗？面对严秀的追问，校长无言以对。严秀找到了当初和小佑发生冲突的夏恩，他懂得敌人有时候会比朋友更了解一个人。这种叛逆的女孩子，只要花点小钱就能打探到想知道的秘密。严秀一边找女儿，一边让郑宇去学校接儿子。那时郑宇已经在去釜山的路上了，光哲也在忙着自己的事情。他告诉龙叔现金没找到，但他会亲自去求上头，为龙叔争取些时间。如果我们都出事，那就什么都完了。龙叔虽然知道光哲在说谎，却还是把联系上司的手机交给了他。到了下午，严秀终于见到了女儿，她真诚地向女儿道歉，保证以后不会再打她。但小佑仍旧很生气，即使看到母亲快哭了，她还是跟着那些不良少年离开了。严秀查看手机，发给丈夫的信息杳无回复。她不明白自己的生活怎么会变成这样，更不知道丈夫正在经历些什么。郑宇被迫成为了一个运毒司机，他普通的外表和大学教师的身份，让他轻易地完成了任务。当郑宇夜里回到家，光哲告诉他把钱放在车库就行，还让他顺便检查下车库里的货物。郑宇回到房间，严秀还在等他。在妻子的追问下，郑宇保证一定会取回那笔钱。他说这笔钱不能通过银行转账。严秀听着丈夫语无伦次的解释，再也忍不住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道歉？无处可去的小佑只好坐在后院墙角，他让弟弟扔下毯子给他，心疼姐姐的弟弟还给他包了个苹果。这时他发现后院的土地里似乎埋有什么，但在他能看清之前，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。小佑只能躲进车库，他本想在车库里找点东西垫着，然而却发现了父亲柜子里的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钞票。这时小舅子带人来到了家门口，他们打算抢回那笔失窃的巨额现金，但小舅子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里说有罪组织的人在监视小区，撤，快撤！看着窗外的倾盆大雨，小贤很担心姐姐的安全，于是跑去告诉母亲姐姐躲在车库里，他也赶紧告诉了父亲。严秀赶到车库，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呆住了，女儿不知去向。他回想郑宇之前那些含糊其辞的话，这一切也让郑宇自己都吓了一跳。他急忙收起所有散落的现金，却发现少了许多。小贤说他听到了刹车声，这意味着不只是女儿看到了这些现金。你先去休息吧。光哲看着郑宇开车离开，打电话没人接，立刻命令手下去追。一旁的英姐误以为光哲有所行动，她也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。郑宇到处寻找女儿，一见到学生模样的人就上前询问，但很快他就被追上的光哲拦住了。当听说钱少了一部分，光哲勃然大怒，但首要任务还是要找回那些钱。车库旁边还散落着一堆钞票，女儿竟大胆地拿了这么多，甚至还想买摩托送给黄毛。两人赶紧把钞票藏进被子里。那是旅馆的老板，他让老板先离开一下，但床下露出的钞票暴露了他们的秘密。老板稳住他们后，就开始通知其他人，为了独吞这笔钱又不露馅，
他们打算杀掉2个年轻人，然后伪装成自杀的现场。光哲利用自己的关系网，很快就追踪到黄毛在旅馆的消息。那个狡猾的旅馆老板不认识光哲，还以为他是来抢劫的。光哲处理问题的方式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经历一番生死劫后，2个年轻人变得十分老实。郑宇严肃地叮嘱他们，如果想继续活命，就当今晚的事情全没发生过。父女俩回家的身影让严秀松了一口气，原本想责问几句，然而看到小佑的表情，严秀选择了沉默。现在关心的不再是女儿是否上学，对于他们一家来说，这个夜晚发生的事情太多，本是郑宇一个人的负担，如今变成了全家共同的重担。社会大哥冒着黑夜走了许多路，独自到达了一个仓库前，刚推开仓库门，却被人从后面偷袭击晕。我让你带钱来的。面对无情且手段凶狠的帮派联络人，光哲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来意。龙珠贪污了一大笔钱，对于帮派的上层来说，他们更愿意与有能力、业绩出色的人合作，因此光哲的鲁莽反而赢得了他们的青睐。不久，龙叔收到了一个快递，打开一看，是一部 G 手机。紧接着，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，上级命令他们不得对光哲动手。龙叔马上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但他们也不可能就这么忍气吞声。小舅子建议让警察来对付光哲，这样既能打击光哲，同时堵上帮派上层的嘴，还能为警局里的内鬼创造立功的机会。与此同时，郑宇接到了新的任务，他拿着货物来到了一个公园，一位大妈向他递了一张宣传单，我不需要。郑宇绕了几个弯，来到了一家按摩店，有些迷糊的向前台表明自己是送货的，还展示了手中的瓶子。经理看得一头雾水，心想这是派来的什么傻子。郑宇被带到一扇铁门前，经理告诉他直走就行了。通过昏暗的走廊，郑宇来到了后厨，一位打扮时髦的女士在那等着他。郑宇跟随着这位女士，他们穿过餐厅和会所，最后进入了一个满是监控屏幕的房间，终于见到了负责人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警察突然来进行毒品搜查，郑宇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逃之夭夭。郑宇赶紧藏起瓶子，融入人潮中。可是整栋大楼已被警察严密封锁，想要逃脱几乎不可能。他匆忙躲进了洗手间的隔间里，但警察很快搜查到了他的位置，审查了郑宇的信息后，发现他背景很干净，过去一直是个清白的市民，甚至连交通违章都没有记录。但这反而让警察更加起疑。郑宇辩称他是来购买服务的，并且主动投案，还特别请求警方不要通知学校和家人。缴纳了罚款的郑宇很快获释，出来后，严秀正站在外面等着他。从发现车库里的钱开始，严秀就开始密切关注他的行动，观察了他一整天，从早上出门到被捕的全过程，郑宇只能向严秀全部坦白。没想到严秀不但不理解，反而对他的行为更加不满。严秀坚持要他立即报警，但郑宇担心自己正被监视，担心报警会给家人带来危险。我是迫不得已，为了我们全家。郑宇的解释让严秀哑口无言，他只得默默地开车离去。这次失败的捕捉行动引起了英姐的怀疑，她确信郑宇的出现并非偶然。光哲带着龙叔的卧底上门造访，这标志着他和龙叔的彻底决裂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看着这对父子俩的关系，他们一见面就争吵不休。儿子不顾及父亲的感受，父亲也不愿意让步，两人斗得难解难分，直到警察到来才停止争执。大爷叫老普，一个住在狭小空间的老人，却对外谎称自己住在江南高档区，他收买了门卫，上演了一出戏，让那些富婆们误以为他是富裕的退休商人。老普的能力可谓同辈中的楷模。今天他兴奋地出门去见他的富婆女友，却被警察拦下了。您是朴的寿先生吗？当门打开时，是小佑和小贤站在那里。你不该随便给陌生人开门。老普突然出现，把正要回家的儿媳吓了一大跳。他总以为家中的长辈已经离世多年，这让他不解，公公婆婆不是早逝了吗？他急忙向郑宇求证发生了什么事。听说老普来了，郑宇气急败坏地赶回家，一见面就要老普立刻离开。父子俩一言不合就动手了，小佑吓得连忙报了警。郑宇为何这么憎恶自己的父亲，甚至对人说他爸爸多年前去世，这都是因为老普太不堪。他从不关心家里，每年只回一次家，还把家里的钱一抢而空。为了躲避老普，他妈妈带着他多次搬家，但老普总是能找到他们。郑宇妈妈去世后，老普又来夺走了保险金，郑宇因此20年前就断绝了和他的父子关系。在监视郑宇家的光哲看到警察走后，立即打电话来问个究竟，听说只是个误会。他让郑宇2天后抽出时间。郑宇认为老普出现一定是来要钱的，但老普却说他来只是想见见孙子。第2天，郑宇给了老普一笔钱，老普表示自己无家可归，求他收留自己1周，只要找到房子就会搬走。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再来。英姐怀疑郑宇家可能遭到绑架，知道郑宇曾去妻子大学打听他的卧底男友，他认为这家人肯定掌握着不少线索，所以邀请老普做自己的内线。他告诉老普，郑宇惹上了毒贩集团，他们一家可能已经处于暗中的威胁之下，如果我们不介入，他们可能就会消失无踪。一生不负责任的老普得知有了孙子孙女，他马上就答应了英姐，特别是看到懂事的孙子后，他觉得自己这个决定是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。家里没人的时候，老普忙着寻找线索，不经意间闯进了儿媳的房间，没想到儿媳突然回家了。你在这儿干嘛？严秀心里明白，这个老头子比郑宇还让人烦。老普找借口说手机坏了，向严秀借手机打电话，声称要回房给女朋友打电话，但一关上门，电话就挂了。他一边装作在通话，一边偷偷记录下儿媳的聊天内容，甚至连视频都偷录了。在别处，领导对英姐的报告大怒，监视这么长时间，什么也没发现。英姐解释说，局里有高层的人在帮忙，这是卧底才会出事，即便有了线索，也不敢轻易写报告。看着儿媳的视频，老普心情沉重。视频中的场景显然不在这个家里。这时候，他看到一条狗在后院挖土，
孙子曾提到这几天狗一直这样。老普把狗赶走，发现土里似乎有东西，一掘之下竟然是一只人手。他追问儿子到底出了什么事，郑宇把捡到钱的事告诉老普，但说尸体是光哲他们埋的。儿子，你把钱还给他们了吗？第二天一早，光哲在车库等着郑宇，任务是把一大笔钱送到釜山。郑宇不知道这要持续到什么时候，担心这样下去家都要散了。可光哲威胁说不这样他们就得死。郑宇被人密切跟踪，龙叔与毒贩八哥合谋，他们计划在光哲见上级前抢钱。为了不让光哲认出来，跟踪的都是八哥手下的人。八哥本身也不守规矩，打算直接联系上级，抛弃龙叔。老普找到了英姐，夸张地描述了郑宇的困境，请求警方保护他那无辜的家人。英姐问及无辜的儿子有没有提到上级帮的钱，考虑到郑宇的处境，英姐觉得今天肯定有事，来不及等支援，就带人出发了。很快在停车场发现了郑宇的踪迹。郑宇没想到光哲居然换了辆车给他，而光哲也注意到了英姐离开的身影。郑宇打开车门的瞬间愣住了，因为车里竟然坐着他的妻子严秀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光哲开着郑宇的黑车成功吸引了追踪者的注意，英姐却截住了润熙。在路上，严秀告诉了郑宇他们的目的地。郑宇追问严秀为何要这么做，严秀说他需要钱，医院找到了合适小贤的心脏，他不想错失治疗儿子的机会。严秀私下找到了光哲，保证不会透露任何信息，并提出愿意像丈夫一样帮助他，但要求光哲不伤害自己的孩子，并且给他一笔丰厚的报酬。老普这时也没闲着，趁着英姐不在，偷偷溜进了他租的房子。另一边，光哲带着跟踪者转了3小时的大圈。八哥和小舅子发现晚了，郑宇已经早早离开了首尔。看着追踪的人群散去，光哲丝毫不慌，因为郑宇很快就要完成任务了。郑宇将车停在了地下停车场，第二天只需回首尔即可。不久，小舅子打电话给郑宇，要求他将钱转交给自己，承诺会确保他和家人的安全。同时，光哲询问严秀关于釜山的情况。严秀下楼检查货物，却在地下室意外遇到了英姐，实在太巧了。英姐之前就一直关注他们家，她匆忙回到房间，碰巧和赶来的小舅子共乘了一部电梯。她告诉郑宇快点收拾东西撤离，可是小舅子已经跟踪他进了房间，他们俩被推进了电梯。跟踪郑宇的润熙也跟了进来，在狭窄的电梯内，2个毒贩和一名警员意外相遇。八哥突然袭击了润熙，旁边的崔俊只是旁观。郑宇抓住机会带着严秀逃跑了。为了抢回钱，崔俊不顾八哥死活，英姐急忙回到了地下停车场。润熙的伤势很重，几个人在街上展开了一场追逐，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八哥对刚才的事情耿耿于怀，他在车里和崔俊打了起来。崔俊巧妙地让八哥车撞上了路边的绿化带，随后下令手下快速追击，疯狂追了10几英里。郑宇突然在一个路口狠狠一拐，利用对面来的卡车成功摆脱了追赶者，但卡车司机为了避让而翻车了。当崔俊反应过来挣扎着站起来时，郑宇和严秀已经消失无踪，钱也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。看到警方即将追到，崔俊急忙逃离，但英姐还是发现了他的踪迹。谁是警局里的内鬼？上级帮内的成员都有谁？崔俊声称他一直和警察合作，卧底的命运也是由那位警官指示的。他提出要线索就得放他离开，为了揭露内鬼，英姐只能让步。这时候的龙叔在想着拿到钱之后怎样才能除掉八哥，并吞并八哥的地盘。郑宇和严秀逃到了海边，郑宇这才发现他极力保护的那一大笔钱全是一堆废纸，他不过是吸引火力的诱饵。光哲已经算计了所有人，这起汽车追逐案件成了晚间新闻的头条。龙叔指派手下去找小舅子，同时策划着逃跑。他知道自己已经没了价值，等待他的将是上级帮的清洗。同时光哲也接到了上级的命令，让他处理掉郑宇后就去隐藏，因为釜山那件事搞得太大了，组织要开始大清洗了。第二天，调查组就进驻了英姐的单位，上级帮的联络人也在其中。局长命令英姐销毁所有关于卧底的资料，要是调查组查出什么问题，他们可能都得坐牢。英姐找到了郑宇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他当光哲的车手已经不是秘密了，他的妻子为何会被牵涉进来？他问郑宇为何会被光哲所控制，他的妻子怎么会被卷入其中？郑宇坚称自己听不懂英姐的话，看来你真是个通情达理的从犯。可能是因为南海区域太小了，才半天时间，龙叔和小舅子都被组织抓到了，但组织给了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，2人中只能有一个活下来。面对生存，亲情变得如此脆弱，龙叔不甘心地死在了小舅子崔俊的枪下。崔俊之所以能够幸存，是因为组织想利用他来清理光哲和郑宇。光哲心里也大概猜到了这一点，告诉我见光哲的时间和地点。老普找到了英姐，想让他帮忙让儿子郑宇脱罪，否则就要把英姐非法调查的证据公布给媒体。没想到英姐并不受他威胁，我不会有任何损失。英姐给崔俊打了电话，他警告崔俊会因暴力罪被抓，几个月后可以释放，但条件是他必须揭露组织内部的内鬼。可是英姐的条件并不能满足崔俊。那个男人走进了埋伏点，发现自己的小弟已经遇害，随后自己也遭到偷袭，他知道自己逃不掉了，开始转移怨恨，说我们本来都是兄弟，都是因为郑宇的介入才变成敌人。看到对方不受影响，又说自己已经和警察联络好了，可以带他们一起脱罪。原来在来的路上，崔俊已经把内鬼的录音发给了英姐，这是他的后手。而那个内鬼正是英姐的上司，但崔俊并不知道他已经中了光哲更深的计策。光哲从来没有想伤害郑宇一家，也是他让郑宇答应和崔俊合作的。他的目标是整个组织。多年以前，在组织的命令下，光哲和龙叔一起对自己的兄弟下了手，他决心要结束这一切。从那一刻开始，郑宇回到家，发现警察已经抵达村子，
警察彻底搜查了郑宇的家，院子里到处都是警察，一个尸体的踪影也没有发现。找到之后，我会把这个地方烧成灰烬。老普刚刚才向郑宇透露，尸体已经被他偷偷转移到了光哲租的院子。光哲又一次来到之前遭到攻击的地方，利用夜晚的灯光掩护。他发现了一个正在发短信的人，痛打一顿之后，向上级提供的联系号码发了条短信，每发一次短信能得到300万酬金。光哲命令那个人联系帮派老大，没想到帮派老大竟是警察的内线。一群警察深夜行动却一无所获，英姐被带进审讯室接受询问，女科长竟然主动出面帮她说话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干嘛把她带进审讯室？说完，英姐就离开了审讯室。没多久，润熙来找英姐，还带来了一张车载内存卡。原来是英姐把内鬼的录音给了润熙，让他调查一下科长。没想到他直接拿走了科长的行车记录器内存卡。这时，英姐收到了一条短信，郑宇用卧底的手机拍下了尸体所在位置发给了他。英姐急忙出门去找。与此同时，科长发现他的车载内存卡不见了，他马上想到了英姐在审讯室的话。润熙看到科长突然来了，急忙关闭了正在备份的电脑，并开启了手机录音功能。科长找遍了整个房子也没有找到英姐，便让润熙给自己倒杯咖啡。润熙端着咖啡走了过来，科长为了灭口，直接把内存卡拔了出来，而英姐全然没有注意到枪声，只顾哀悼。当他回到房间时，润熙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，放着润熙手机里的录音。英姐既懊悔又悲伤，后悔因为找尸体匆忙出门，更后悔把已经停职的队员叫了回来。他带着证据找到了那2个被停职的队员，他们正在愉快地和家人一起玩耍。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帮派老大来到了约定的地点，但只看到了一具尸体。接着2个凶狠的人开始了一场生死斗。光哲知道联系人的上头还有人，他用钱迫使那个男人说出老板是谁。没想到那个男人讥讽说事情还没结束。光哲搜出了帮派老大的手机，然后放火烧毁了整个仓库。同时，英姐带着微笑走进了警局，她决定用最直接最痛快的方式为卧底和润熙报仇。随着内鬼的死亡，缉毒组长和毒贩的勾结也被警方揭露。但光哲明白，这个罪恶链条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黑手。郑宇的家庭生活再次回到了正轨，他们不再互相埋怨，而是充满了爱与理解。在剧情的最后，郑宇做好了思想准备，他决定去警局自首。就在他即将踏进警局门口，身后突然响起了手机铃声，口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部手机。박동환 씨? 그 핸드폰 잘 보관하세요. 그거 가족들 목숨입니다. 조만간 또 봅시다.